今天有点严重，瑞宝、辉宝都不想去室外了。江爷爷下场来到通道门口，哄姐妹俩，拿着小零食给姐妹俩，先哄出通道门口再说。辉宝最近智商在线，眼瞅爷爷关门回去了，辉宝快速摆弄的小短腿跟了回去，导致爷爷通道门都没来得及放下来。瑞宝刚踏出的小脚也赶紧收了回去。姐妹俩今天没一个想来室外的，要不是为了这口小零食，姐妹俩连通道门口都不进。江爷爷在通道门口进进出出喊着瑞宝、辉宝。以前福宝一个的时候还好扮演，哄一个就行了。现在两个姐妹俩团结起来，急得爷爷在通道里面团团转。今天姐妹俩属实给爷爷难为到了。瑞宝、辉宝猫在通道门口里，爷爷想尽办法都哄不出来，姨姨们的大炮筒纷纷都对准了门口，这让此时的爱宝有点受冷落呀。但也只怪姐妹俩的活儿太多了，最后江爷爷只能再拿了些小零食来给姐妹俩哄出来。这次江爷爷速度很快，辉宝都没来得及反应，江爷爷就给通道门关上了。瑞宝、辉宝这里又是被迫营业的一天。瑞宝、辉宝吃完小零食，依旧趴在通道门口前，就是不跟爷爷妥协。瑞宝这里一直在找着什么，找来找去，还真给瑞宝找着点什么。原来刚才江爷爷丢下小零食就跑了，根本没有放进姐妹俩嘴里。而辉宝在通道门口盘旋了一会儿后，索性放弃了，开始畅游园区。而瑞宝这里还在继续找呢，合着刚才爷爷扔下的小零食全让瑞宝吃了，一口小零食都没吃着的辉宝，只能来到妈妈这里混点竹子吃。福宝、瑞宝、辉宝姐妹三个虽然都是同一个妈生的，但同样在面对小泳池时，却凸显了她们不一样的性格以及自身的条件。瑞宝下水完全展示出了她腿长的优势，就算前腿完全进入了水中，瑞宝的水平面也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而且很是淡定。而辉宝这里下泳池时，前腿刚进去就发现自己的脸已经湿了，当4条腿全进去时，辉宝慌了，感觉自己要被小泳池给淹了，立马起身跳了出去。真是大点干早点散呀，没有任何的思考迹象。试了之后发现不行，就赶紧撤。而福宝小时候就不一样了，简直就是视水如命，根本不会恐惧，一屁股坐进去后就不想出来了。每天下班时，福宝那黢黑的皮肤就是证据，每天都得自己跑到泳池里给自己洗洗，全身上下都要给自己洗个干净。上一秒还在喝水，下一秒就泡进泳池里了。当泳池突然不出水时，福宝还会主动去瀑布口查看，并试图进行修复。爱宝看到福宝这不分季节的玩水，有时都担心福宝的身体，怕福宝感冒。爱宝尝试阻止福宝，但福宝不听。不过现在孩子从一个变成2个后，爱宝开始试图用爱来感化他们，不再主张暴力，给姐妹俩一起搂在怀里，然后趁姐妹俩不注意，自己偷偷走回家，剩下的交给奶爸。当然，爱宝以前也喜欢在小泳池玩水，只不过仅限于夏天。炎热的夏天，爱宝坐在小泳池里，冰冰凉的感觉让爱宝很开心。坐在小泳池里的爱宝，嘴角都止不住的上扬。今天是瑞宝、辉宝出生的第500天了，但在这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里，瑞宝又不想出室外了。昨晚不知道又熬夜到了几点，今天瑞宝出门后就立刻上树睡觉去了。而辉宝这里今天虽然来了室外，但是来室外后也同样去到了小树上睡觉。姐妹俩昨晚肯定是通宵了，不然大早上的怎么会一点精神也没有，一点营业的意思都没有。园区只有爱宝在努力为姨姨们表演着吃播。一会儿爱宝吃饱后转头就走了，看上去就是故意给辉宝扔下的，把事情交给奶爸处理。辉宝在室外睡了一上午，听到通道门打开的声音后，立马从树上下来追上妈妈，但辉宝还是慢了一步。妈妈走出门了，辉宝被关在了门外。这一看就是老宋头的调皮操作。辉宝走进来后，第一件事就是喊老宋头出来单挑。500天的纪念礼物，老宋头又打算偷偷给姐妹俩，不打算让姨姨们看到。老宋头需要留点悬念在自己的节目里。辉宝回到室内园区后，便立马爬到了树上，跟着姐姐一起睡觉了。眼看姐妹俩睡着了，爱宝这里又打算去室外玩耍了。爱宝坐在通道门口前给爷爷敲门，但这时江爷爷却从另外一个门口进来了，给爱宝放了一捧新竹子在小亭子上。爱宝看到后便走了回来。而这时瑞宝终于从树上睡醒了，姐妹俩这还搞上轮番营业了。爱宝这时吃完竹子前去喝水，爱宝喝完水走到瑞宝身边，一下给瑞宝搂进了怀里。姐妹俩这一天都在睡觉，爱宝都没有机会和姐妹俩贴贴。好不容易等到瑞宝醒了，爱宝可不想放过瑞宝，任凭瑞宝怎么在爱宝怀里挣扎，爱宝都没有想松手的意思。瑞宝只能被迫接受这来自妈妈那猛烈的爱意。辉宝今天泡在泳池里给自己洗澡了，这是辉宝第一次真真正正的给自己洗澡。以前的时候都是从水池里走过去就完事儿了，这次辉宝坐在小泳池里给自己洗得很是认真。
而瑞宝此时则在小树上看着，洗完前面再给自己洗洗后背，身上的每一个部位都要冲洗干净才行。一会儿泡完澡，辉宝来到阳光直射的小亭子上，躺在上面给自己晒干，很是懂得照顾自己。而瑞宝这时趁妹妹晒太阳时，跑来跟妹妹打闹玩耍。辉宝一边晒，瑞宝还帮着一边用自己身体擦。一会儿回家后都不用爷爷帮忙收拾了。老宋头这时来到园区，只是清理了一下被夹在小亭子缝隙里的青团，而姐妹俩则就这样挂在树上静静地看着。姐妹俩睡醒后又来到了他们许久不来玩的小汽车里，因为瑞宝、辉宝听到老宋头最近要给自己小汽车卖掉，所以姐妹俩现在要表现的自己对小汽车还有留念，还很喜欢的样子，怕明天一早起床小汽车真的不见了。玩耍一会儿后，爱宝来到园区，姐妹俩此时已经饿坏了，一起来到妈妈怀里开始吃饭。瑞宝、辉宝这一天过得很是充实。宋爷爷这次讲解了为什么宝家的一些玩具玩一次后都莫名其妙的消失了，例如瑞宝、辉宝以前的滑板车、小躺椅，亦或是福宝小时候那众多玩具。宋爷爷表示，这些丰容的目的是为了让瑞宝、辉宝行动丰富化，目的是在短时间里给孩子们带去新鲜感，丰富他们的活动。对于瑞宝、辉宝现在这个年纪就像是小孩子一样，对于玩具只有3分钟热度，刚到手的3分钟里是最喜欢的时候，一旦过了这个时间后就对其没兴趣了，就会又想要新的玩具，也就是对物品熟悉了以后，那新鲜感就会减少。而旧玩具放在园区只会碍事儿，所以只能清理走。这次宋爷爷带给瑞宝、辉宝的磨牙棒就是这样，以及现在园区里的小汽车，对瑞宝、辉宝来说也已经很少去了。当时刚安装好时，瑞宝、辉宝天天都要去里面查看查看，现在一天下来都不会去一趟，而且已经到了碍事儿的程度了。每次瑞宝、辉宝下班路过小汽车时都有点蹩脚，老宋头甚至都开始考虑打算找个回收二手旧家电的，把瑞宝、辉宝的小汽车卖掉了。昨晚瑞宝跟姨姨们告状，表示自己少吃了一块小苹果，起因是昨天下班时辉宝独自一人玩耍，瑞宝则和爱宝一起玩耍。辉宝打小性子就要强，妈妈和姐姐在小亭子上腻歪时，辉宝自己坐在小汽车的引擎盖上，有模有样的吃着竹子。都说辉宝调皮方面像他老爹，但实际上和他老爹相似的地方是辉宝的独立方面。辉宝一只小手搭在汽车窗户上，另一只小手拿着竹子，气质上来了，挡都挡不住。吃完竹子的辉宝打算自己去室外再溜达溜达，结果走到一半又被宋3岁喊回来了。宋3岁表示只要辉宝过来就给辉宝小零食吃。辉宝听到有小零食便乖乖走向了爷爷，而宋3岁也说到做到了。吃完小零食的辉宝刚好看到通道门开了，辉宝乖乖走回了家，将温馨留给了妈妈和姐姐。而爱宝和瑞宝此时还在小亭子上彼此腻歪，而姨母这时开始扯着嗓子喊了。瑞宝这次比爱宝积极，听到了姨母喊自己的名字，紧接着就从小亭子上下来了。刚才瑞宝看到妹妹吃了小苹果才回的家，于是瑞宝也来到了爷爷门口，想让爷爷也给自己一块小苹果后再回去。但这次宋3岁并没有出来，而瑞宝转头发现妈妈趁自己不注意先回去了。瑞宝放弃了小零食，立马起身跟上了妈妈。